如这空榕树形成的阵法，此刻随着逆河宗所有弟子不惜代价的支撑下，就算是他们也都要微微皱眉。还有那血族巨人以及铁蛋，虽对他们构成不了什么太大的威胁，可若是干扰之下，也的确使得破阵很难短时间完成。不过也就仅仅是有些小波折而已。陈鹤天三人只是惊奇了一下，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时间看似紧迫，可实则他们心知肚明，不说彻底充裕，可也足够了。最重要的，逆河宗的阵法若没有白小纯也就罢了，有了白小纯的话，或许藏着一些陷阱，他们三人又岂能冲锋陷阵？有道河与星河老祖去探路，自然最好。他们要时刻盯着，防止白小纯逃走。在他们看来，这个局白小纯逃走的可能性极大。这么一个天人逃走，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虽事情也不是特别大，可终究在日后难免会有不少麻烦。而此刻的白小纯正盘膝坐在密室内，他的双眼似都要滴下鲜血，内心焦急无法形容。他感受到了外面的情况，也知道这一刻的逆河宗危在旦夕。可他没有办法，若是现在出去面对5位天人，白小纯心知肚明自己没有丝毫胜算，而一旦自己灭亡，那么逆河宗也注定要被灭门。唯一的生机就是炼成21色火，通过这天品炼魂师的火去突破修为，踏入天人境。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真正的化解宗门的危机。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逃走。如此一来，只要自己安全，就可成为所有人日后的威胁，以这种方式去间接的保护逆河宗。可不到万不得已，白小纯不想这么做，此事赌的风险太大，一旦他判断失误，逆河宗将从此不复存在。炼火！白小纯低吼中，忍着内心的焦虑，再次炼21色火。实际上，这已经是他在这些天的不知多少次炼制了。拥有地品巅峰炼魂师造诣的他，已经可以做到用最短的时间去进行一次炼火。而眼下他储物袋内海量的魂也都被他耗费了1半之多。那不知多少次的尝试，虽全部失败，可带给白小纯的经验可以说是每失败一次就进步不少。到了眼下，他对于配方已了如指掌，对于炼制的过程也都熟悉无比，一切关键的问题更是在那一次次的失败下一一化解，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我应该可以成功。白小纯红着眼，再次炼火。他知道宗门坚持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内心压力极大。虽在密室内，可外面的轰鸣声还是能时而隐隐传来。白小纯吸了口气，强自沉下心来，双手掐诀中猛地一挥，顿时大量的魂就散开在四方。他目不转睛，立刻再次开始炼火。随着魂的融合，渐渐火海出现。这片火海被白小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让其爆发。此刻正要将其压缩，可就在这时，忽然的，外界的一声滔天轰鸣猛地传来。白小纯内心狂震，想要不分心，可还是忍不住神识一扫，立刻就看到，在那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的联手下，宗门大阵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随着裂缝的出现，逆河宗所有弟子都喷出鲜血。这一幕看得白小纯整个人都发狂，手中的火海一个不稳，顿时就出现了要崩溃的迹象。他没有半点迟疑，猛地起身一步走出，刹那间就出现在了天空上。随着白小纯的出现，立刻阵法外的陈鹤天三人目光猛地看去。可就在他们看去的瞬间，三人突然面色一变，看到了白小纯手中此刻正有一团让他们也都觉得骇然心惊，甚至有强烈危机感的火焰之力，似狂暴无比，随时可能爆发。铁蛋让开！白小纯大吼一声，全身修为猛然运转，肉身之力更是全面爆发，在手中的火海即将爆发的刹那，将其猛地扔出。这火海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刹那间就被白小纯顺着内阵法的裂缝扔了出去。快退！陈鹤天三人神色变化，急速向着道河与星河老祖开口时，他们三人没有退后，而是急速上前，同时出手要去压制。只是道河与星河老祖退后的还是慢了一些。一声滔天轰鸣立刻就从那火球内直接爆发出来，轰隆隆的声响让天地色变的同时，一片惊天动地无法形容的火海就从那火球内猛地狂暴中向着四周轰隆扩散。远远一看，火海惊人，散出的恐怖之力直接就让虚无燃烧的同时，逆河宗外一切大地顿时就成为了焦土。而星河老祖与道河老祖更是全身震颤，于轰鸣中一个喷出鲜血，一个元神都要不稳，急速后退。这还是陈鹤天三人及时阻挡，否则的话，星河与道河老祖二人必定重伤。之所以这火球爆发有如此威力，是因首次出现且准确无误，被直接近距离直接轰击。一旦对方有了准备，则很难如此。白小纯！星河老祖怒吼，猛地看向白小纯时，白小纯身体一晃，刹那消失，出现时又在了密室内。此刻也紧张无比，再次炼制，只是压力不知为何小了一些。我之前太笨了，失败算个鸟，失败我就扔出去。白小纯深以为然，忽然觉得自己实在太机智了，琢磨着其他人闭关，不敢分心，害怕失败，一旦成功的话，都是在最后关头华丽出场。可自己这里更厉害，
都不需要等到成功，每次失败也都能震慑外人。第886集，天品21色火。想到这里，白小纯觉得自己的确是个天才奇才。没错，如果他们倒霉，我全部失败，他奶奶的，我就轰死他们！白小纯心头振奋，继续炼制时，逆河宗的众人也都被这一幕震动，纷纷有了精神的同时，加速阵法的修复。很快的，那阵法的裂缝就重新愈合。而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也都迟疑，实在是被之前那突如其来的火海吓到了。这该死的白小纯！陈鹤天也是咬牙，他看着那火球，想到了当初在长城上那些爆炸的丹炉，他也不由得皱起眉头，身体向前一步走出，竟瞬间出现在了阵法光幕旁，右手抬起，目露锐利之芒，狠狠的一掌落下。与此同时，白震天以及李显道也是目光一闪，瞬间走出后，一样到了阵法光幕旁，同时出手。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眼看如此，也都不再紧张，随之而去，刹那间就形成了5大天人同时轰击阵法的一幕。灵犀老祖面色变化，所有逆河宗弟子都紧张无比，血族以及铁蛋也都急速飞出，到了阵法边缘，全力对抗。轰鸣之声随着陈鹤天3人的出手，立刻就震天而起。他们3人身为天人中期，绝非道河与星河老祖可比。此刻一出手，就是3个巨大的手印，轰鸣间直接就落在了阵法光幕上。整个阵法猛地颤抖，掀起无数涟漪波纹时，一道道巨大的裂缝猛地就撕裂开来。逆河宗所有弟子全部被震荡冲击的喷出鲜血。面对5大天人的出手，这阵法根本就无法抵抗。轰鸣间，转瞬间碎裂越来越多，眼看这阵法就要彻底崩溃。密室内的白小纯也都焦急起来，他心下发狠，右手抬起猛地一挥，顿时就有5团16色火，3团17色火被他直接就扔出阵法。更是在扔出的刹那，白小纯凭着神识操控，直接就让这数团多色火立刻从平稳中改变，出现了不稳的征兆，猛地就爆发开来。轰轰之声滔天，多色火的爆发形成的火海虽不如之前，可也依旧惊人。只是陈鹤天等人早就提防，此刻骤然后退，虽避开了火海，可却试探出了白小纯的手段。哼，这是要拖延时间，不过我倒想看看他这样的火还能有多少。陈鹤天冷哼，正要再次逼近时，血族那庞大的身体猛地就双手按在了空榕树上，就连铁蛋也都身体与空榕树碰触，甚至逆河宗内所有的灵兽也都急速而来，赫然是以全宗之力放弃了一切战力，全部都用在了防守上。如此一来，那眼看要碎裂的阵法猛地就光芒闪耀，居然急速愈合。当火海消散时，阵法已彻底恢复过来。陈鹤天等人身体再次一晃，急速接近后又开始轰击。只是这阵法比之前更为坚固，更有白小纯不时的分心，扔出一团又一团火焰，化作火海，终于使得阵法这里勉强支撑。这就让陈鹤天的怒意慢慢强烈。白震天与李显道也是如此，尤其是李显道，内心很是吃惊。他们如今也都认出了，这些都是多色火。毕竟白小纯之前是在蛮荒里，可能获得如此多的多色火，依旧让他们心惊的同时更有心痛。该死，这些多色火任何一个价值都无法形容，居然被他如此挥霍。这白小纯在蛮荒到底是怎么弄到的如此数量的多色火？3人心惊的同时更是郁闷，那些多色火的爆发他们也不敢靠得太近，而逆河宗的阵法恢复又快，这就使得他们一时之间居然没有轰开光幕。要知道这是5位天人，居然轰不开一个中游宗门的阵法，这就使得陈鹤天3人都觉得恼火。密室内，白小纯气息急促，神情中心焦、担忧、期盼交织。他此刻不得不分心二用，一部分用在炼制21色火上，另一部分则是随时关注战局，不断的扔出多色火。他的多色火虽有储存，可也不多了，这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实在是他没有其他办法去拖延时间，此刻加快速度去炼制21色火。而在这压力下，白小纯虽分心，可却超常的在炼火上发挥，使得其面前的魂火此刻开始了压缩。随着压缩，其内色彩不断变化，白小纯呼吸紧张，不断的寻找多出的一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鹤天等人再次轰击阵法光幕。这一次来势汹汹，逆河宗众人鲜血不断喷出，甚至有不少已经萎靡下来，眼看阵法就支撑不住。白小纯大吼一声，立刻分心，袖子一甩，居然一口气扔出了3团18色火，1团19色火。18色本就惊人，而19色火更是惊天动地。此刻被白小纯送出阵法外爆开后形成的热浪，顿时就让陈鹤天3人面色变化，急速后退。该死，这家伙的多色火怎么如此多？陈鹤天面色阴沉，白震天目光一闪，立刻开口：轰开阵法，他就算多色火再多，也不敢在其宗门内释放，强行破阵。李显道目中寒芒乍现，3人没有迟疑，立刻疾驰，居然硬扛着火海再次冲向阵法光幕。道河与星河老族眼看如此，也都硬着头皮猛地冲出。热浪扑面的刹那，
随着5位天人的接近，他们的神通也在这一刻轰隆隆的爆发出来，五光十色，轰击阵法。那正在快速愈合的阵法光幕再次传出轰鸣声，这一次无法坚持，随着巨响滔天，整个阵法猛地就彻底爆开。在爆开的一瞬，逆河宗所有弟子，灵犀老祖也好，铁蛋也罢，全部都喷出鲜血。绝望之意在每一个逆河宗修士心头都强烈无比。而道河老祖与星河老祖此刻振奋中，正要在阵法破碎时杀入逆河宗内。可就在这时，密室内的白小纯，他终于找到了眼前的火海内多出的颜色，神识猛地就融入进去。轰的一声，他面前的火海彻底的多出了一道颜色，成为了21色。在这21色火海形成的瞬间，一股无上之意蓦然间就从这火海内惊天爆发，使得天地色变，风云逆转。而这一方天空内存在的陈鹤天等人的意志，也都在这一刹那如被一只看不到的大手猛地一挥，全部驱散。更有霞光刹那就从苍穹内透射而出，弥漫铺开，在这黑夜内照耀八方。陈鹤天三人面色再次大变，他们这一次清晰无比地感受到了比之前要强烈太多的危机，而这危机正是来自逆河宗内一处闭关之地。可以想象，那正是白小纯所在的地方。陈鹤天三人本不想退，可那霞光的出现，还有来自密室内那让他们只是感受就头皮要炸开的危机感，让三人没有半点迟疑，猛然后退。道河与星河老祖更是心神狂震，也都急速退后，不敢踏入阵法破碎的逆河宗。而就在他们5人退后的一瞬，一股比之前还要狂暴的气势再次于逆河宗内滔天爆发。轰轰轰！那是什么？这白小纯在做什么？这种感觉，天啊，这感觉怎么好似要天崩地裂？这让陈鹤天等人色变得不断爆发，使得他们心神轰鸣中，苍穹居然在这一瞬出现了一道道大网。这些大网外人不知道是什么，可若是白小纯此刻能感受到，必定会一眼认出，那正是蛮荒绝世之战下曾出现的世界封印。而此刻的密室内，白小纯急促喘着粗气，额头汗水刚一出就化作了白气。他已顾不上分心，全部精神不得不都放在面前的火海上，右手猛地一抓，口中传出低吼：“21色火，给我聚！”隆隆隆，那火海急速缩小，直奔白小纯右手而去。随着凝聚，气势更强，苍穹天雷轰击不断，可却诡异的居然没有雷劫落下。整个过程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当那气势到了巅峰的一瞬，白小纯的右手猛地一把握住，将所有面前的火海都捏在了掌心内。他的心跳加速，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他的右手在面前缓缓的伸开时，霞光漫天，苍穹轰鸣，整个世界似都在这一刻震动。而一切的核心正是此刻白小纯手中的21色火，天品之火。第887集，天人。天品之火，那是唯有天品炼魂师才能炼出的多色火，这是传说中的存在，无论是火还是天品炼魂师都是如此。整个蛮荒多少年来都始终没有出现过，一切都是传闻，甚至就连21色火的配方都不曾有。就算是白小纯，若非是其弟子相助，若非是有足够的魂，也根本就无法炼制出来，甚至这一次的炼制也有巧合的成分在内。哪怕白小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环节，可他也没有把握在第2次时依旧可以成功。此刻在这21色火出现的瞬间，随着苍穹的变化，随着那让陈鹤天三人心惊息气的威压，三人的退后极快，活得越久就越是惜命。在察觉到了生死危机时，三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迟疑，此刻退后中，心神也在强烈震动，惊疑不定。道河与星河老祖同样如此，二人不断吸气，眼珠子都要鼓出来，内心极不平静。而逆河宗的修士在经历了绝望之后，看到了霞光，看到了白小纯闭关之地内不断释放形成的威压，他们的心神此刻振奋无比，欢呼之声也都强烈惊天。白老祖，是白老祖，我们有希望了，有老祖在，谁敢侵犯我逆河宗？在这众人激动时，密室内的白小纯也一样振奋。他看着手中的21色火，在将其炼出的一瞬，他就有了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这片世界要承受不住了。而此刻他也注意到了苍穹上的世界封印之网，内心的感觉更为清晰起来。他想起了弟子曾经所说的，怀疑21色火就是这世界的极限，这片世界只能承受21色火，无法承受22色。白小纯深吸口气，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同时也有明悟。当初在藏宫试炼中，他所看到的21次炼灵的火，那毕竟是幻境中，并非真实，而眼前的21色火却是真切的存在。感受着21色火内蕴含的让白小纯也都觉得恐怖无比的波动，感受着这片世界似到了极致，好似用全力再去镇压这21色火。甚至这刚刚诞生出的21色火，此刻居然在白小纯的手心内出现了一丝暗淡的迹象，似要被这片世界将其熄灭。白小纯根本就来不及多想，毫不迟疑的一把取出龟纹锅，目露果断，更有一抹疯狂。虽说21火可以让人成就天人，
可这毕竟是传说，在白小纯之前，没人通过这个方式去做过，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说，多少年来，只有白小纯才具备了全部要求。而如今的逆河宗危机，再加上这21色火明显似要被镇压的熄灭，所有的一切根本就容不得白小纯去考虑了。拼了！白小纯神色有些凝厉，发出了一声咆哮。若有丝毫的可能，他都不想去这么赌，去这么拼，这与他的性格不符。可眼下，白小纯只能这么做。在龟纹锅被取出的瞬间，白小纯的元婴刹那飞出，直接就坐在了龟纹锅上。与此同时，他的手明显的颤抖了一下后，随后坚定无比的一指21色火，顿时这21色火就直奔龟纹锅而来。刹那碰触后，瞬间就融入进去，在融合的一瞬，龟纹锅猛地颤抖，这颤抖前所未有，更是爆发出刺目的光芒。此光一瞬就弥漫开来，使得天地轰鸣中数不清的灵力居然从四面八方直奔此地而来，好似逆河宗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吞噬这天地内的一切灵力。这一幕让陈鹤天三人再次神色动容，惊疑中不断后退，那种不妙之感更为强烈了。李显道面色变化中，蓦然开口：“道和、星河，你们立刻过去，轰开白小纯的闭关密室。”他话语一出，道和老祖与星河老祖内心狂骂，可却不敢不遵从。此刻迟疑中，眼看陈鹤天与白震天也都看向自己，他们二人猛地咬牙，红着眼，瞬间冲出，直奔逆河宗，冲向白小纯闭关之地。铁蛋立刻焦急咆哮，还有血溪老祖操控的血祖也都猛地站起，要去阻止。隆隆间，血溪老祖操控血祖毕竟有些不灵活，难以展开全部战力，而铁蛋也毕竟不是天人，他们的阻挡只能一时，无法真正拖延。轰鸣声中，铁蛋被直接轰开，而那邪祖的身体也被星河老祖直接绕开，与道和老祖一起，冲着那散出让他们心惊肉跳的威压，且形成了漩涡，正疯狂地吸收四方灵气的密室所在之地。猛地杀去！给我碎开！道和老祖大吼，双手掐诀间，立刻一道道剑光刹那幻化，足有几十万之多，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惊天巨剑，向着白小纯闭关之地狠狠斩落。这一斩惊天动地，爆发出了其全部的天人之力。而星河老祖一样如此，此刻拼了命，双手猛地抬起，狂吼一声：“星陨降！”轰轰巨响震动四方，夹杂着逆河宗无数修士的焦急怒吼。只见一颗颗星辰居然凭空出现在星河老祖的四周，带着惊人之力，纷纷向着白小纯闭关之地轰然砸去。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刹那间发生，眨眼的功夫。随着陨石的落下，随着大剑的斩下，逆河宗猛地颤抖，白小纯闭关所在的那条山脉直接就在这轰击中崩溃坍塌，无数碎石四溅时承受不住这冲击，顿时就化作了飞灰。包括白小纯所在的密室，此刻也在这山脉的坍塌下直接崩塌。小纯！宋君婉发出凄厉之音，整个人颤抖无比的同时，铁蛋也咆哮凄吼。而陈鹤天三人此刻则是目不转睛，身体更是一晃之下，正要踏入逆河宗内。可突然的，三人面色猛地狂变。天人之意，这是唯有进阶天人之时才会出现的与苍穹融合的气象。白小纯他之前居然不是天人，这怎么可能？三人骇然失声，身体几乎同时急速后退。就在他们退后的刹那，从那崩溃的废墟内，猛然间就有一股惊人的意志轰隆隆的冲天而起。这意志之强，刚一出现，就立刻融入苍穹，撼动了天空，使得一切云层、一切波纹、一切天雷都在这一刻瞬间就被彻彻底底的压制下来。甚至就连陈鹤天等人的意志，原本已重新融入天空，化作天意，可在这一瞬，却是直接就被强行的挤出一般，直接驱散。在这驱散中，天空、大地似乎只剩下了一个人的意志，那意志霸道无比，似其所在之处，一切天人之意都要退避。更是在天空上，此刻赫然出现了一张巨大的面孔，这面孔闭着眼，取代了苍穹。被逆河宗众人看到后，无不心神震颤，激动无法自抑。那正是白小纯。轰鸣中，随着陈鹤天三人的急退，道和老祖与星河老祖也都神色惨淡，吸气时也急速后退，要离开这里。他们二人的心神此刻感受到了比曾经面对白小纯时还要强烈太多倍的死亡气息。可就在二人退后的刹那，突然的，苍穹上白小纯的面孔猛地就睁开了眼，看向那道和老祖的元神。更是在他目光开合的瞬间，天地四斗的变了颜色，风起云涌，闪电飞光，好似无穷天雷在这八方疯狂的炸开，化作了一个声音：灭。随着这个字的回荡，白小纯的面孔刹那扭曲，竟化作了一道长虹，以一种就算是陈鹤天三人也都被震撼心神的速度，刹那间竟从苍穹直接出现在了道和老祖的元神身边。在道和老祖的目中骇然，甚至露出求饶之意的刹那，从其元神肢体上，这道长虹轰鸣穿透而过。第888集，想走。
苍穹上白小纯的面孔化作的长虹，速度之快难以形容。在逆河宗所有修士的心神内，这一刻那长虹的速度似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哪怕是陈鹤天三人也都内心狂震。就算是他们，居然也都无法看清，只能看到那长虹刹那间就从天而降，于道和老祖元神上一瞬而过。随着长虹穿透，道和老祖的元神猛地一颤，他睁大了眼睛，带着无法置信，更有不可思议，想要低头去看自己的元神。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一声惊天的轰鸣声直接就从其元神内猛然的爆发出来。在这爆发下，道和老祖的元神直接就削筋蚀骨一般，全部崩溃，彻底瓦解。瞬杀！此事刹那间就让整个战场上直接陷入了死寂之中。逆河宗也好，陈鹤天等人也罢，所有的目光都在这一瞬，随着道和老祖的死亡，随着星神掀起的滔天大浪，齐齐的看向了在道和老祖身后那长虹此刻凝聚出的一尊身影。一头长发，一身寻常的衣袍，白皙的皮肤，看起来不是很高大的身影，但目中却凌厉无比，整个人好似一把出鞘的利剑，正是白小纯。不可能！陈鹤天倒吸口气，喉结滚动间失声惊呼：这哪怕道和只是元神，可方才的速度，方才的那一击，这怎么可能？他之前不是天人，他现在才是天人。白震天、李显道二人此刻内心炸响无穷天雷，面色连番变化。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给他们的威慑太强了，尤其是想到之前的白小纯若真的不是天人，那么凭着半步天人之力，居然能将中游三大宗门的天人老祖重创，更是直接灭杀一人，打残一人，只剩元神，甚至吓跑一人。此事所代表的意义，顿时就让陈鹤天三人心神惊颤，感到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控制不住的生起骇然。一旁的星河老祖此刻哪怕是遁逃中，也都抖若筛糠，他的震撼超出陈鹤天等人，实在是这是他第二次看到白小纯杀人，而且还是杀天人。尤其是这一次，甚至比上一次还要利落，还要惊人。那瞬杀的一幕不断浮现在他脑海，使得他目中露出恐惧，身体急速后退。他怕了，甚至比上一次还要恐惧太多太多，已经害破了胆。如果有可能，他一辈子都不想再招惹眼前这个白小纯。就在这逆河宗震动，陈鹤天等人内心天雷翻滚时，白小纯站在半空中，右手蓦然抬起，向着道和老祖死亡的地方猛地一抓。这一抓之下，在所有人的震惊与无法置信中，他们亲眼看到道和老祖死亡的地方，随着白小纯那一抓，居然有一缕魂影凭空出现。这魂影茫然，正是道和老祖的模样，此刻似正要被吸入苍穹，仿佛在那苍穹中，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存在了一个漩涡，会将在通天世界内死亡之人的魂全部吸入进去，送去轮回一般。可还没等道和老祖的魂融入苍穹，在被白小纯那一抓之下，顿时这魂影就直奔白小纯而去。别人看不到，可白小纯此刻却能看到，在那苍穹上的确有一个无形的漩涡。这漩涡原本是要吸了道和老祖的天人魂，可随着白小纯的出手，那漩涡居然一顿之下，竟瞬间消失，似放弃了要与白小纯争夺天人魂的举动，使得道和老祖的天人魂直接就被白小一把抓在了手心内，狠狠一捏后，轰的一声，他的手中赫然出现了一团黄色的水晶，其内封印的正是土属性的天人魂。这一幕，直至此刻，逆河宗内的修士才开始从震撼中反应过来，雀跃振奋。灵犀老祖激动无比，血犀老祖也都目中露出狂喜，其他人俱都如此。白老祖，白老祖！很快的，就有阵阵欢呼激动之声从逆河宗内回荡开来，声音越来越强烈，直至惊天动地，仿佛能轰鸣整个东脉中游。这里面铁蛋的狂喜吼声更是强烈，似白小纯的强悍，他心中的振奋比白小纯还要浓烈。而灵犀老祖与血犀老祖，还有其他两脉的长老，包括李清后、郑远东在内，此刻都激动的颤抖了。我逆河宗终于有了天人，这是所有逆河宗强者内心的激昂想法。白小纯之前虽力挽狂澜，可他毕竟不是天人，此事门人大都不知晓。可灵犀老祖等人却是心知肚明，不是天人，哪怕有天人战力，可他们的心始终无法放下。而眼下随着白小纯的出现，随着天地波动，随着他的意志在这八方苍穹内制霸天意，灵犀老祖等人立刻就明白，白小纯已是天人。逆河宗的人激动不已，可陈鹤天三人以及星河老祖在看到白小纯竟能收取天人魂后，却是脑海中如同被极致的风暴反复肆虐般一片空白，心神充满无法置信的情绪。不可能！陈鹤天有些茫然的喃喃失声，白震天、李显道一样吸气不止，骇然失神。三人面色变幻之快，满是震怖，比之前还要精彩无比。实在是白小纯的这一手，将他们彻彻底底的震惊到了。要知道，天人死亡能有资格使得天人魂无法进入轮回，或者说有资格与天地轮回去抢夺天人魂的，只有半神。哪怕是陈鹤天三人也都无法做到。可如今，
在他们的亲眼目睹下，他们看到了白小纯这里居然能与天地轮回争夺天人魂，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撼，如何不吃惊，如何不骇怖？这一刻的白小纯，他的身上赫然显露出了一股似要让天地臣服的气势，这气势随着他的目光所向，展现出惊天动地的威压，摄人心魄。而实际上，与天地轮回抢夺天人魂，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事情，可对白小纯而言，根本就不需费力，实在是天地轮回源于冥河，而他的弟子就是当代冥皇，他要天人魂冥河，又岂能去争夺？至于击杀道和老祖的一幕，此地众人，包括陈鹤天等，也都看不出端倪所在。实际上，此刻的白小纯，他是这天地间极为罕见的天道天人，这是其一。还有其二，他突破元婴的方式更是绝无仅有，依靠天品之火，在21次炼灵元婴后，直接突破晋升天人。可以说，在晋升的这一刻，一切天人初期在他的眼里就已经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不说土鸡瓦狗般也强不到哪儿去，哪怕天人中期，白小纯也都可以强力压制。他或许还不是最强的天人，可却走在了这条最强的天人之路上。在他之前，第一个条件，天道天人，这个传说中的境界，整个通天世界无数年来只有一个人曾做到过，此人就是通天道人，也就是如今的天尊。眼下，白小纯成为了第二个，可就算是天尊，也都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晋升的方式虽也传奇，可却明显不如白小纯炼灵元婴21次，以世界之巅的多色火成就自身绝代天人境。可以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古往今来，只有白小纯。而这一切也都是机缘巧合，加上白小纯凭着自己的努力，生生的将这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就如同方才21色火是否能成就天人，白小纯也心中没有把握，可他必须要赌。感受着白小纯身上的气势，内心还在震撼的陈鹤天三人呼吸急促的同时，目光闪动，彼此相互看了看后，竟瞬间倒退。他们三人彼此并未散开，聚集在一起，这么一退，立刻就似将星河老祖显露出来。星河老祖一样颤抖，此刻后退更快，他是真的被吓破了胆，内心也再次庆幸白小纯之前选择击杀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道和老祖。可就在四人退后的瞬间，站在天空上的白小纯猛地转头，目光如闪电一般，蓦然就看向了陈鹤天四人。侵犯我逆河宗，不留下一些代价就想走？白小纯的声音冰寒无比，他的确是怒了，极为愤怒，实在是这一次逆河宗比上一次还要危机，甚至白小纯这里一旦晋升天人失败，又或者慢了一些，其后果怎么样，他都不敢去想。第889集，没我快。几乎在白小纯话语回荡的刹那，陈鹤天三人目中闪动更多，三人甚至都没有怎么沟通，退后的速度一下子就大范围的爆发。这么一爆发，即时中星河老祖那里就更为明显。此刻的局面是陈鹤天三人在后，星河老祖在中间，而白小纯则是在最前方。白小纯目中有金芒一闪，他立刻就判断出了陈鹤天三人的意图，这明显是要将星河老祖作为诱饵来吸引自己的同时，也借此机会来看看自己的虚实，同时恐怕也有欲联手之意。实在是陈鹤天三位人老成精的同时，也都是一个宗门，彼此自然有默契，且最重要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都很看重，不愿轻易去打没有把握的一战。这一幕，星河老祖也看出来了，可就算是看出又能如何？他内心悲愤，可却没法开口，只能咬破舌尖喷出鲜血，施展秘法让自己速度更快，一直倒退。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白小纯没有半点迟疑，目中瞬间露出果断，他对于战斗有种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在之前的一次次的斗法中早就深刻的体现出来。眼下白小纯没有迟疑，按照自己的直觉，身体一晃，速度轰然展开，直奔被孤立凸显出的星河老祖。就看看是你们快还是我快？白小纯目光一闪，速度再度爆发。也就是在白小纯冲出的瞬间，星河老祖发出凄厉的嘶吼，他整个人的速度又一次暴增，拼命倒退。与此同时，陈鹤天三人目中寒芒一闪，终究还是太年轻了，如此冲动。陈鹤天冷哼，退后中的他双手突然掐诀，一挥之下，顿时全身上下直接赤红一片，无数气血竟从其体内刹那升起，在他的前方立刻就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色拳头。这拳头足有100丈大小，刚一出现，顿时四周血雨腥风狂暴，那血色的拳头上甚至都浮现出了无数狰狞的面孔，发出凄厉的嘶吼时，这拳头似能吸收这天地间的灵力，竟肉眼可见的不断凝实，直奔白小纯那里轰击而去。所过之处，虚无似要崩塌，更有浓浓的鲜血味道扩散八方，甚至都引动了逆河宗众人体内的气血，使得所有人都面色大变。血煞拳！血溪老祖骇然惊呼，这正是陈鹤天的成名杀手锏。这血色拳头虽不是不死不灭，可却无限的接近，
一旦展开就极难碎灭，甚至会越来越强。在陈鹤天出手的瞬间，一旁的白震天同样双手掐诀，顿时在其额头上竟有一根黑色的角直接钻出了皮肉，显露出来的一瞬，一道黑色的电光刹那就在那黑角上闪烁。随着他一声咆哮，那黑色的电光竟无限的膨胀起来。电光闪动间，天地变色，风云卷动中，这苍穹上居然出现了无数的雷霆。这些雷霆从四方轰隆隆的到来，形成了一张大网，似要从四面八方向着白小纯收缩切割。所过之处，虚无颤抖，形成的封印更是透出惊人的气息。尤其是在这些闪电大网上，还时而出现一双双眼睛，这些眼睛都是黑色，每一次出现都吸收四周的闪电，再次释放出来，使得这闪电大网刚开始只是一层，可眨眼间10层、100层、1000层，直接就到了上万层。这同样是白震天的杀手锏，他轻易不会动用，此刻也是被白小纯之前的气势震慑，一出手就是绝杀。这还没有结束，最后的李显道，他目露奇芒，张开口，顿时就有一道白光从其口中直接飞出，这白光在半空中陡然庞大起来，赫然就化作了一张巨大的棋盘。这棋盘虚化，此刻随着扩散，竟好似取代了此处的天地一般，使得天为棋手，地为棋盘，而他的法力则成为了棋子。轰轰间，赫然在这天地棋盘内，直接就降临了很多道高大的身影，这些身影都穿着铠甲，一个个如同天兵天将。最前方是5位天兵，5人之后则是2位魁梧的大汉，而大汉之后似有文武之臣，战马嘶鸣，均是血杀惊天，同时降临，守护最忠心的天帅。3人同时出手，眨眼就形成了灭绝之局，将白小纯与星河老祖全部笼罩在内。而此刻的星河老祖喘着粗气，他目中赤红，眼看陈鹤天3人出手，他狠狠一咬牙，知道无法再退，否则的话，就算是今天没死，日后陈鹤天3人也都会迁怒于自己。他没得选择，只能咆哮中猛然转身，要去抵抗白小纯，争取拖延一下，使得陈鹤天3人的神通来临，形成让白小纯那里必死的局面。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几乎在白小纯冲出的一瞬，神通滔天而来。可白小纯不但没有退后，他的速度反倒是在这一刻更快了。更是在这爆发下，他双手掐诀一挥，顿时他的四周就凭空出现了无数的石块，这些石块瞬间凝聚在他的身体外，刹那的功夫就形成了一尊高大的石人。以天人修为展开人山诀，人山诀展开石人出现的一瞬，四周那闪电大网就骤然到来。可白小纯的人山诀发动的太及时，那闪电大网尽管毁灭惊人，可白小纯速度太快，使得闪电大网只是让他的食人之身略有崩溃之意后，就被白小纯借机避开，直奔星河老祖。他更是没有半点迟疑，在冲出时直接就发动了撼山撞。撼山撞一出，顿时就让白小纯的速度再次暴增，倏地就绕开了天地棋盘内，向着他杀来的5位天兵，嗖的一下直接出现在了星河老祖的前方。在星河老祖的咆哮下，白小纯猛地就撞了过去，砰的一声，八方震动，掀起无穷波纹时，星河老祖狂喷鲜血，身体不由自主的后退。而此刻，陈鹤天的杀手锏化作的血色拳头已呼啸而来。可就在星河老祖退后的一瞬，白小纯冲击而来的身体，其右手已蓦然抬起，食指与拇指闪动黑芒，正是碎喉锁。震耳欲聋之声又一次滔天回荡时，白小纯的右手碎喉锁已一把抓住了星河老祖，狠狠一捏之下，星河老祖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瞬间就崩溃，肉身碎灭，其元神猛地逃出。此刻一脸恐惧，更有强烈的绝望无助，顾不得去与陈鹤天3人配合，一心要逃走。而此刻，陈鹤天的那巨大的血色拳头也已经带着惊天的气势轰鸣而来，阻挡了白小纯追杀星河老祖之路。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白小纯目光一闪，此刻他四周都是陈鹤天3人的神通术法，稍微一个停顿，就会被那些神通全部轰在身上。可他却依旧没有迟疑，单手掐诀一挥，立刻他四周寒气轰隆隆的爆发出来。在这寒气下，突然间就在他四周出现了9道寒影，这9道寒影并非四散，而是环绕在白小纯四周，好似成为了护盾一般，直接就向着来临的血色拳头猛地撞击过去。轰轰之声撼动苍穹大地，那血色拳头气势太强，这9道寒影竟在碰触后瞬间就齐齐崩溃裂开，可终究还是使得这血色拳头在半空中顿了一下。仅仅是顿了一下，白小纯就一步走出，这一步他直接就发动了不死劲，轰鸣间速度直接爆发到了极致，任凭那天地棋盘还有闪电大网的到来，任凭食人之身在这不断地神通降临下持续的崩溃碎裂，直至在食人之身彻底崩溃的瞬间，白小纯的不死劲形成的极致速度，已使得他好似穿梭了战场般，再次出现在了正在逃遁中的星河老祖的元神面前。如之前击杀道和老祖一样，白小纯的身体化作了一道长虹，唰的一声
就直接从星河老祖的元神上穿透而过，一声凄厉的惨叫在传出的瞬间，星河老祖的元神轰然崩溃。第890集，强悍。这是白小纯此生击杀的第3位天人修士。这3次击杀，一次比一次利落，一次比一次震慑人心。尤其是这一次，在陈鹤天3人联手下抛出的诱饵中，白小纯果断无比，悍然杀去，直接扛着陈鹤天3人神通，生生当着他们的面击杀星河老祖。这一切顿时就让陈鹤天3人内心强烈的震动。可他们毕竟身经百战，此刻没有半点迟疑，立刻将自身神通术法加持到了极致。顷刻间，那陈鹤天施展的血色拳头，其上无数狰狞面孔发出凄厉的嘶吼，使得那血煞之拳顿时再次庞大起来，向着白小纯轰轰而来。还有那上万层闪电之网，更是好似要切割虚无一般，从四面八方直奔白小纯，封锁了一切方向。在这片范围内，天地棋盘越发清晰，其内天兵天将也都排兵布阵，如排山倒海般向着白小纯冲杀而去。可以说，天下地上前后左右四方全部都被陈鹤天3人的神通弥漫，形成了困杀之局。他们承认，这一次他们3人的确是大意了，没有想到白小纯在这之前居然还不是天人。这一次大意，使得星河老祖与道河老祖陨落，这对他们而言也是巨大的损耗。可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如果此战他们无可奈何白小纯，则他们将损失彻底。而一旦能将白小纯斩杀，最起码还可在颜面上交代过去。否则的话，他们不但损失麾下天人，更是颜面扫地，威信荡然无存。甚至可以想象，一旦压制不住白小纯，那么日后的星空道集宗内，他们3人的日子将很是难过。毕竟这样战力强势的天人，怕是铁蟹堂的那位也都会在知晓后立刻心动，从而必定极力笼络。该死！早知此人这般难缠，我们又何必到来？陈鹤天3人神色变幻，心绪复杂，但眼下已骑虎难下，根本无法停手，咬牙间目中杀机猛然强烈无比。既然已经得罪，那么就唯有彻底的将对方斩杀，才可化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回荡天地时，白小纯蓦然转身，他甚至都来不及去收取星河老祖的天人魂。此刻这四面八方的神通术法对他而言一样有威胁，哪怕他是天道天人，但毕竟此刻面对的是3位天人中期的修士，容不得他有丝毫大意。此刻白小纯神色凛然，双目厉色更浓，甚至脑海都没有半点其他思绪升起，完全是凭着本能般倏地向前一步走出，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四周的寒气内9道寒影再次幻化出来，向着四周来临的神通术法猛地冲出，抵抗开来。巨响于碰撞时骤然传出，这9道寒影在陈鹤天3人的神通下一触就再次崩溃。可这崩溃却使得那血色拳头上出现了一丝丝裂缝，那闪电大网也都有了一点残缺。至于天地棋盘同样如此，只是这些伤害似微不足道。眼看3大神通在崩溃了寒影后直奔白小纯，可毕竟还是被那寒影的碎灭阻挡了一瞬，这就给了白小纯足够的时间。他身体如残影移动，双手再次掐诀，这一次立刻就有天人之力从其体内轰隆隆的爆发出来。紫气化顶，白小纯一声低吼，顿时他的四周紫光漫天，居然有一尊巨大的紫鼎凭空的出现在了他的四周，眨眼间就从虚幻成为了凝实。仔细一看，这根本就不是一尊紫鼎，而是整整100尊相互重叠在一起，好似形成了100道紫光防护。几乎在这100尊叠在一起的紫鼎刚一出现的时候，陈鹤天的血色拳头、白震天的上万闪电之网，还有李显道的天地棋盘中的天兵天将，就直接轰杀过来，碰撞到了白小纯的紫色大鼎上。轰轰轰！白小纯全身狂震，他身体外的100尊紫色大鼎层层崩溃，声响震天中，这100尊紫鼎竟全部都4分5裂，直接爆开，使得白小纯气息波动，身体猛地再次退后。可那3道神通也在这一刻既被人删绝，9道寒影的削弱与抵抗后，再次被那100尊紫鼎的碎灭消耗。陈鹤天的血色拳头上裂缝更多，甚至其中一根手指此刻都急速的溃散开来，变得残缺。而那闪电大网一样如此，不再是万层，而是直接就碎灭了近3000层。至于天地棋盘，一样这般，其内的那5个天兵，他们的身体刹那就在那冲击下烟消云散，哪怕是那些天将也都各自有损。可这3大神通的气势，在局外人看来，此刻依旧迅猛滔天。轰鸣中再次逼近白小纯，四不灭白小纯，绝不消散。如果是没有踏入天人前的白小纯，他根本就很难坚持到现在，怕是用尽手段，甚至最终也必然要展开不灭地拳去拼个结果。只是这结果注定失败。但现在的白小纯则不须如此，他目光一闪，在那3大神通又一次轰鸣而来时，他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双手猛地抬起，一手指天，一手按地，随着挥舞，好似要将天地撕开一般，口中更是传出一声天雷般的低吼。水泽！
国斗！几乎在白小纯话语传出的刹那，顿时一声好似从世界之外传来而嘶吼，蓦然间就在这天地内回荡开来，更有浓郁的水汽，一瞬间就向着八方轰隆隆的散开，眨眼的功夫就笼罩了方圆无尽区域。这范围之大，比之前磅礴了太多，似整个天地内一瞬水泽弥漫，让天地色变，风云逆转的同时，一座座弯曲的山峰，前所未有的清晰，直接就从这片范围内滔天而起，轰鸣整个世界的同时，那些山峰更是升空，化作了爪牙，露出了一只巨大无比，似要覆盖整个天空的巨族。这巨族直接就降临下来，直奔陈鹤天三人的神通，黑压压的如天塌一般，直接就砸了过去。这一幕顿时就让陈鹤天三人面色狂变，甚至失声惊呼：“这是什么？”还没等他们应对，这巨族就骤然而来，甚至这一次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上的黑色鳞片，轰隆隆中，那巨族就直接落在了陈鹤天三人的神通上。顿时那血煞拳头直接就崩溃了3根手指，如摧枯拉朽一般，只剩下了1根手指还存在，甚至那拳头的手掌也都在这一瞬4分5裂。至于还剩下7000多层的闪电之网，此刻也都传出噼里啪啦的咔咔声，层层崩溃，直至所剩不到2000。而那天地棋盘更是如此，其上近80%的天将全部崩溃，灰飞烟灭，整个棋盘残缺不堪。这一切描述缓慢，可实际上都是倏然间发生，眨眼的功夫，那降临的巨族就消失无影，而显露在天地间的3大神通，此刻也都差不多支离破碎。虽还没有完全崩溃，可已经是所剩无几，强弩之末。此刻虽还是带着余力，向着白小纯冲击而去，可白小纯却不再闪躲，而是转身时，右手抬起猛地一挥，顿时一股风暴在他四周猛然散开，直接就与那只剩下1根手指的血煞拳碰到了一起。他全身微微一震的同时，又与那闪电大网再次碰触。白小纯呼吸急促了一下，退后几步的同时，猛地抬头，与那天地棋盘内的残兵残将最后的碰触，轰轰之声散去，血拳崩溃，大网撕裂，天地棋盘分崩离析。而白小纯这里嘴角溢出鲜血，身体噔噔噔的退后100丈，可却没有受伤太重。他的肉身不死骨大成，已经强悍至极了。此刻抬头时，他的目中有金芒蓦然闪耀，气势更是刹那惊天而起，使得苍穹翻滚时出现了白小纯虚幻的巨大面孔，猛地看向陈鹤天三人。就这点本事，现在该我了。第891集5倍不灭拳，怎么可能？陈鹤天吸了口气，脑海更是嗡鸣一片。他们3人的神通术法都是彼此的杀手锏，无论是他的血煞拳，还是那闪电网，又或者是天地棋盘，任何一人出手，不说瞬间击杀天人初期，但最次也都是让天人初期重创。且他们之前心中对于白小纯已看得很重，所以才会毫不犹豫的3人联手，杀手锏同出，可竟眼睁睁的看着白小纯击杀了星河老祖。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白小纯在击杀了星河老祖后，居然还能有种重术法来抵抗3人的神通，这就让白震天那里也都心神惊疑恍惚，内心升起不妙的同时，也有强烈到了极致的忌惮。一旁的李显道同样如此，他立刻就明白，眼前的敌人自己本以为已经看得很高了，可实际上还是判断错误。该死，他莫非不是地品天人？这个念头瞬间就在陈鹤天3人心神内浮现，他们来不及多想，此刻整个苍穹都是白小纯的面孔，其意志彻底取代了天意的同时，甚至反过来，不但驱散了陈鹤天3人的意志，更是对陈鹤天他们形成了压制。这就让3人心头狂震，此刻急速后退。实际上自己的意志能驱散并去压制陈鹤天3人，这一点白小纯也是此刻才察觉。实在是他突破后根本来不及去感受天人的那种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他心中焦急，只能第一时间就立刻冲出阻挡敌方。而眼下随着白小纯气势的崛起，随着苍穹被他的面孔取代，白小纯清晰的察觉到底什么才是天人。天人就是与整个天地融合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引来磅礴的天地之力，一个呼吸就可将8方灵力尽数吸来，可以说到了天人这个境界，几乎是很难有灵力枯竭的时候。这就使得一些需要耗费极大灵力才能展开的杀手锏，在天人的手中可以不断的施展。一如白小纯的水泽国度，他此刻也已经发现，曾经的水泽国度一旦施展，白小纯很难短时间展开第2次，可如今却不是这样。而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天人的意志，可以在融入天地后，好似化身天意。他的念头就是苍穹的念头，他的想法就是苍穹的想法，他对敌人的制裁就是苍穹的天罚，直至到了最高的天人圆满，就可天随人愿。轰鸣间，随着白小纯面孔的越来越大，不但气势惊天，甚至这8方天地雷云滚滚的同时，大地也都震动起来。陈鹤天3人居然色变，一股强烈的危机感让他们3人又一次后退。可他们毕竟是天人中期，且成就天人多年，经验极为丰富，此刻哪怕是后退，哪怕心中极为忌惮，可依旧还是在退后时各自掐诀，
轰隆隆中陆续有神通法宝从三人那里快速散出。陈鹤天挥手掐诀间，顿时他四周就血气滔天，赫然有一尊血影降临世间般出现在了他的前方，手持一把血色长枪，直奔白小纯在苍穹上的面孔猛然而去。白震天同样这般，出手时赫然有一片片云层凭空而出，形成了9层云塔，好似镇压一般，向着白小纯直接砸去。最奇异的是李显道，他右手猛地抬起时，竟有一把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他的目中更是在这一刻出现了茫然，好似没有了意志，可其速度却是刹那间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剑红，眨眼间就刺向白小纯。三人的出手惊天动地，轰鸣八方，让逆河宗所有人都心神颤抖，患得患失中更是紧张不安，内心暗自祷告。而这一切让人目不暇接，思绪都来不及转动，就已经在电光石火间发生。白小纯目光一闪，在自身气势攀升到了顶峰后，他猛地一步走出。这一步走出的瞬间，他的右手抬起，狠狠握住，轰的一声，苍穹震动，天地巨响。白小纯的拳头前赫然出现了一个黑洞，这黑洞急速的转动中，好似要将白小纯的一切肉身之力、一切生命之火都吸入进去。一瞬间，白小纯虽看起来如常，可却给人一种扭曲的错觉，似在这眨眼间，他的一切生机都消失了，甚至就连苍穹的面孔也都模糊消散，只剩下了那在漩涡后的拳头。这拳头刚一出现，就立刻让陈鹤天三人面色狂变。这一刻，他们感受到的生死危机，甚至比之前还要强烈，前所未有的恐怖。这是什么神通？好可怕的威压！三人震步，但此刻却顾不得太多。丰富的战斗经验告诉他们，越是面对这种惊人的术法，就越是不能选择逃遁。一旦逃遁，将会被摧枯拉朽般崩溃千里。唯一的方法就是正面将其瓦解，只有这样，气势才不会崩溃。而气势不崩，则意志就可越发坚韧，从而使得自己的天意不散。杀！陈鹤天大吼一声，身体居然与那血色巨人融合在一起，拿着血色长枪，向着白小纯狠狠一枪刺去。还有那9层云塔也是如此，速度更快。而最快的则是李显道，他此刻一晃之下，看起来明明是逃到了远处，可却眨眼中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手中利剑好似要穿透虚无般，向着白小纯的眉心猛地刺来。可就在这三人反击的瞬间，白小纯倏地抬头，低吼咆哮一声，这咆哮立刻形成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时，他的身后赫然有一尊巨大的身影蓦然幻化，穿着地袍，戴着地冠，面无表情，可却是白小纯的容颜，更有一股无上的霸意在这身影上滔天而起，正是不灭地拳。在这霸意地影出现的刹那，白小纯猛地一拳轰出，这一拳落下，天地颤抖，更有白小纯的意志融入其内，化作天意，形成天罚一般，如有灭世之威。那是不死谷大成后的一拳，是此刻白小纯肉身之力巅峰的最强一拳，更是5倍不灭帝王拳。一股至极的毁灭之意瞬间就扩散四方，使得虚无好似鱼鳞般不断的波动时，白小纯身后巨大的地影也都瞬间融入到了白小纯的拳头内，使得这拳头好似无限的庞大，向着陈鹤天三人猛地轰去。不可抵抗！陈鹤天发出凄厉之声，这是他的直觉，几乎在他声音传出的一瞬，白小纯那不灭地拳就直接轰在了李显道的身影上，整个苍穹都好似晃动了一下。李显道身体狂震，鲜血猛地喷出大口，手中的利剑瞬间就寸寸碎裂，身体更是好似被天山轰击，如断了线的风筝，直接就倒退开来，甚至在倒退时依旧止不住的鲜血狂喷。他的心中骇恐到了极致，此刻肉身都要崩溃，修为更是严重的不稳，甚至体内经脉都断裂了3成。这不可能！李显道声音凄厉，在这退后时，不灭地拳势如破竹，没有半点停顿，直奔陈鹤天。陈鹤天化身血色巨人，此刻随着李显道之后，立刻就被白小纯的不灭地拳直接轰中。他全身剧烈的颤抖，血色长枪直接崩溃，巨大的血身也都在这一刻直接爆开，其内的本体一样鲜血狂喷中不受控制的倒退开来，骇然迷茫中交织出一副无法置信的惊惶神情。最后碰触到的则是白震天，他的9层云塔在这降临中直接就与不灭地拳碰到了一起，轰隆隆中这9层云塔层层崩溃。反噬之下，白震天全身震动未能幸免，同样毫无例外的喷出鲜血，面色煞白中满是不可思议，目中更是有掩饰不住的慌乱，此刻喘息急促，气息凌乱，狼狈不堪踉跄的后退。第892集铁血堂的震撼。不灭地拳是白小纯如今掌握的神通中可以说是最强的一击，尤其是5倍帝王拳更是撼天动地。要知道之前白小纯还没有达到天人时，他施展不灭地拳就已经可以勉强与天人中期一战了，而如今已经踏入天人初期的他，虽还没有将境界稳固，可自身的意志已经能融合天地，再加上
他是罕见至极的天道天人，这就让他弥补了如今境界不稳的缺陷，爆发出了接近完美的一击。这一击直接就轰退了陈鹤天三人。不过陈鹤天三人毕竟不是一般的天人中期，且是三人联手，此刻虽一个个被重创，可却没有失去斗法之力。只是那一击太惊人，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躯，更有心神与肝胆。同时，这一拳的引起的天地巨变，也让整个逆河宗上上下下所有人心神内掀起的大浪，排山倒海般无法平静，嗡鸣始终回荡，甚至天地间都出现了一个磅礴的漩涡，此刻化作的冲击也都在向着四方轰隆隆的扩散。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几乎就在陈鹤天三人各自喷出鲜血，内心惊惧，急速后退的瞬间，白小纯目光微微一闪，看似如常，可实际上肉身之力虽还没有被彻底掏空，但也所剩不多。虽不是精疲力尽，但那一拳对肉身的消耗也是极大。但他神色上不露丝毫，此刻脑海里也没有什么计划，只是本能的从原地向前一步走出。这一步踏下，他体内修为轰然爆发，意志强烈，干扰苍穹，使得天空上他那巨大的面孔再次浮现出来，带着一股不灭地权掀起的惊人气势，使得大地似都震动了一下。而白小纯也并非真的追出，而是在一步走出后，口中传出一声低喝：“逆河宗岂能是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随着白小纯话语回荡，苍穹上他的面孔也都跟着咆哮起来，使得外人一看，白小纯这里气势惊天动地，一时无两。可陈鹤天三人忽然目光闪烁了几下，他有些不对劲，交战中怎么还如此缩？莫非之前那一拳后，他已没有余力，想要将我等喝退？陈鹤天三人都是人老成精，一个个经验丰富，此刻目光闪动间，他三人居然同时逆转身形，远远看去，三人好似化作了三道弧形，从原本的逃遁中都蓦然转身，直接就绕了回来。更是在绕回时，三人强毅伤势，立刻同时出手，顿时就有杀意从三人身上再次爆发出来，既是试探，但也充满凌厉。可就在三人绕回的瞬间，白小纯嘴角露出笑容，这笑容落入陈鹤天三人目中，顿时让三人内心咯噔一声，不好，该死，他是诈我们！三人内心一震的刹那，白小纯这里眉心蓦然就出现了一道裂缝，他的第三只眼通天法眼刹那就睁开，这竖着的第三只眼内赫然有紫色的光芒透射而出，向着四周弥漫扩散。紫光的速度极快，一瞬就落在了陈鹤天三人的身上，三人同时都是全身一滞，好似被一只看不到的大手直接就束缚了身体。也正是在这一瞬，白小纯双手猛地掐诀，向着四周一挥，寒剑！轰隆隆之声顿时惊天，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气刹那就以白小纯为中心，向着四周不断的扩散开来，刹那就冰封八方。与此同时，更有27道寒影直接就幻化出来。这27道寒影彼此一模一样，都是白小纯的样子，出现后直奔陈鹤天三人轰杀而去，气势惊人，看起来煞气更是滔天。可以想象，一旦被这些寒影靠近，那么对于本就被重创的陈鹤天三人而言，就算是不死，怕是肉身也必定难保。危急关头，三人根本就来不及多想，陈鹤天体内传出天雷之声，挣扎到了极致时，甚至不惜施展秘法，顿时他的脸上就出现了3道裂缝。这3道裂缝深可见骨，在出现后立刻就为陈鹤天换来了一股巨力。轰鸣中，他不但挣扎出了通天法眼的束缚，更是身体瞬息倒退，刹那就退出千丈，与那些向着他之前所在位置冲去的寒影立刻拉开了距离，似避开了杀劫。可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那3道裂缝将使得他在未来至少半甲子的岁月修为跌落半个境界。这代价之大，让他心中都在滴血，可却没别的选择。实际上，不但是他这里如此，白震天与李显道都是果断之人，二人各自展开秘法，不惜代价拼命挣脱后，刹那倒退，避开寒影。几乎就在三人急速倒退，使得那些寒影扑空的同时，这些寒影竟一个个模糊起来，眨眼的功夫居然消失了。甚至看起来似乎之前他们貌似气势汹汹，可实际上却并没有太强的杀伤力，这就立刻让陈鹤天三人面色难看无比。可三人到了现在，反倒不敢轻易去相信感觉了。之前认为白小纯是外强中干在死撑时，对方的突然出手让三人的判断自行崩溃，而眼下又是看起来好似外力内忍。可三人已是惊弓之鸟，心底的犹豫与迟疑与他们平日里的果断截然不同。实在是白小纯这里那不灭地权的威慑太大，而之后的出手又让人捉摸不透。就在这三人迟疑着判断不清时，白小纯站在那里，抬起下巴，袖子一甩，目中露出冷冽之芒，更有一股霸气随之散开八方。陈鹤天、白老怪，还有这位我不认识的老匹夫，你们要战就战，不战就滚！白小纯声音如天雷，轰鸣四周，逆河宗众人心中震荡无比，一个个都面色振奋的发红，呼吸都透着激动，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而陈鹤天三人却是面色越发难看，
心底发愁。此刻真的是骑虎难下般，上则忌惮，退则不甘。就在这左右迟疑时，忽然的，陈鹤天三人几乎与白小纯同时，瞬间抬头看向苍穹。随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只见苍穹此刻云层强烈翻滚，更有一道道强光似从虚无幻化出来，一瞬就在这天空上，好似形成了一道阵法。随着阵法而出的，则是一道道身影，刹那间，这身影就达到了数千、上万，直至10万。更有声音从内传出，千军万马一般，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气势。正是白灵与赵天骄，还有铁血堂的那位天人长老带领着的4大军团之修。谁敢伤我万夫长？我铁血堂征战长城流血，如今万夫长归来，谁敢让其流泪？老祖，这件事情你做得过了。师尊，这些声音集合在一起，此刻轰然而出，可只是传出了一瞬。随着那些到来之人看清了战场，他们所有的声音都刹那间戛然而止，一个个更是睁大了眼，带着不可思议，更有无法置信。他们中虽只有修为到了白灵那样的程度，才可以感受到此地明显有天人元神灭亡的气息与波动，可绝大多数人却是能看到星河老祖被斩杀肉身崩溃碎灭后唯一完整的头颅。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如今白小纯与陈鹤天三人的状态，那是白小纯一个人站在苍穹上，有股霸道与睥睨，而他的对面陈鹤天三人一个个嘴角带着鲜血，不说焦头烂额一败涂地，可也相差无几，且面色难看，很是狼狈，明显气息也都虚弱了不少。这么一看，仅仅是眼睛所察觉到的，就是陈鹤天三人好似联手，居然都不是白小纯的对手。这就让包括白灵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目中带着震撼与匪夷所思。而心中最吃惊的就是那位铁血堂的天人长老，能让陈鹤天三人如此忌惮，能让他们三人重创。铁血堂的长老，那位穿着战甲的中年男子，此刻不怒自威的目中也都急速的闪动了几下。外人或许只能看到表面，可他身为天人强者，此刻感受的极为强烈。他清晰地感受到了星河老祖死亡的痕迹，道和老祖元神消散的波动，也明显的从陈鹤天三人的站位上察觉到了他们的伤势以及对白小纯那里的无比忌惮。还有就是三人此刻的状态，他们的状态这是施展了秘法，这白小纯居然能让陈鹤天三人不惜展开需付出极大代价的遁法。第893集半神法旨。整个战场很快就寂静下来，所有铁血堂之修的目光都刹那间凝聚在了白小纯身上。他们的心湖里搅动着滔天巨浪，此刻一个个呆呆着张着嘴，目中都带着难以想象。尤其是白灵与赵天骄二人，更是眼珠子都要掉下来般，骇然地看着这一切。而最激动的要数逆河宗的修士，他们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看到了白小纯的强悍，看到了陈鹤天三人的败退，心情激荡无比。随着整个战场安静，陈鹤天三人面色也都越发难看，神色变了又变，实在是自己三人在面对白小纯时如此狼狈，又被同宗看到，这让他们觉得颜面大损，内心更有憋屈，对于白小纯这里的强悍也都忌惮无比。可同时，铁血堂众人的到来也让陈鹤天三人内心松了口气，他们之前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但眼下有了转机，这就等于是给了他们三人一个退出这场厮杀的理由。至于白小纯，此刻站在半空中，看到了铁血堂众人的身影，也听到了赵天骄与白灵等人之前关切的声音，心中也升起一些感动，同时眨了眨眼，看出了陈鹤天三人的退意，于是身体的疲惫不露出丝毫，反倒是修为之力散开，使得自己看起来气势更盛。陈鹤天，还有姓白的、姓李的，你们三个老家伙欺人太甚！我白小纯为星空道集宗立过功，流过血，我在长城杀敌，你们却在后方欲灭我宗门，此事谁能忍？今天必须要有个交代。你们三人若不磕头道歉，发誓从此看到逆河宗的弟子就绕行，那么不但今天没完，你们就算是逃了，我白小纯也要杀入你们的家族内。白小纯小袖一甩，大声开口，先是站在道理上，使得这番话语说出后气势更强了。陈鹤天三人听到白小纯的话语，一口老血差点喷出，实在是白小纯这些话语太损了，之前还是让他们要么战要么滚，而如今眼看有了帮手，竟变本加厉，将他们哪怕是选择了避退，也要付出代价，同时注定了颜面将一损到底。白小纯，你不要太过分！李显道低吼一声，目中出现血色，实在是白小纯的话语让他们之前好不容易获得的台阶瞬间就给抹去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铁血堂的那位天人老祖，穿着铠甲的中年男子，他深吸口气，目内急速的闪动了几下后，忽然一步走出，居然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旁，并非靠近，而是隔着一些距离。其目内更是在这一瞬爆出凌厉之意，猛地看向陈鹤天三人，声音也都森然无比，如寒风般传出：过分！陈鹤天、白震天、李显道：你们莫非欺我铁血堂无人？白老弟说的没错，我铁血堂在外杀敌，
你们却背后灭宗，此事谁能忍？而白老弟虽还没有被半神老祖钦定为长老，可实际上，他既然曾经是万夫长，那么他就是我铁血堂的人，更是我铁血堂的天人长老，而他的宗门同样也在我铁血堂的庇护下。今天在这里，老夫倒要看看谁敢动我铁血堂的人。铁血堂的天人老祖话语一出，顿时四周的铁血堂修士一个个都煞气轰然散开，更是从半空中扩散，居然布置了阵法，隐隐封死了陈鹤天三人的路。这一幕让白小纯这里精神振奋，逆河宗更是激昂无比，只有陈鹤天三人内心叫苦，面色越发难看起来。白小纯心念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于是身体晃动一下，刹那就要冲出。他看出了此刻这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自己出手，其他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也都要出手。可就在白小纯这里要冲出的瞬间，忽然的，整个苍穹直接就传来一声天雷。这天雷超出寻常雷霆太多，猛地炸开时，让天地色变，苍穹都扭曲起来，大地更是震动了几下，同时还有一股冲击，凭空的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前方，使得白小纯前行的步伐猛地就被挡了回去。与此同时，陈鹤天三人也是如此，被这冲击卷动，各自倒退数百丈外。而铁血堂的众人，他们的煞气也都在这冲击下顿时就被抹去。这还没有结束，在这冲击之后，一股让此地所有人都心神震颤的威压瞬间从天降临，轰隆隆中，这威压之强让天人也都色变，元婴更是颤抖。至于元婴以下，全部如要窒息。甚至此地算上白小纯在内的5位天人，他们的意志原本充斥着八方苍穹，可在这一刻，他们的意志竟瞬间就被驱散得干干净净，整个天空刹那间就浮现出了一尊巨大的光人。这光人全身散发星辰般的光芒，不怒自威的同时，好似顶天立地。他的出现立刻就让所有人都心神轰鸣起来。可以看到，这光人似一个中年，此刻正低着头，虚幻的面孔上，其目中的光芒如同日月，一股远远超过天人的半神波动，在这一刹那毫无保留地扩散开来。陈鹤天三人以及铁血堂的天人老祖也都内心一颤，四人几乎同时向着苍穹上那巨大的光人抱拳深深一拜，拜见星级老祖。不但是他们如此，铁血堂内的元婴修士也都哆嗦中立刻拜见。至于其他人，虽不认识这光人的样子，可听到与看到陈鹤天等人的举动后，立刻就吸了口气，瞬间拜见。白小纯也是气息为之一凝，心神凛然，几乎瞬间他就判断出了这自己没见过的光人正是星空道极宗的最强者半神老祖。半神都出动了啊！白小纯此时有些紧张，轻轻吸了口气缓解下，不过琢磨着自己见过的半神多了去了，于是这么一想，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表面上还是露出战战兢兢之意，也立刻拜见。至于逆河宗的弟子更是如此，整个战场随着星级老祖的出现，刹那间所有气息都被压制，仿佛这天地间那尊光人成为了唯一。这光人面无表情，低头时目光在下方众人身上扫过，没有去理会陈鹤天三人，也没去关注铁血堂的天人老祖，而是将其目光最终是落在了白小纯身上。白小纯之前刚刚压下的紧张感，此刻再次升起，呼吸也都急促了一下，脑海里转动各种自己在蛮荒时对付半神的一些方法，可思来想去，实在是情况不一样，他也没找到方法。正紧张发愁时，忽然的，天空上的光人收回了看向白小纯的目光。与此同时，一个沧桑中带着威严、不容置疑般的声音回荡天地八方：封白小纯，铁血堂天人长老，次长老令，蓝色彩虹洞府，择日回宗。从此之后，我星空道极宗有6位天人。这句话传出，化作一道道雷霆，轰隆隆的传遍四方。铁血堂的所有修士此刻都振奋起来，而陈鹤天三人则是面色刹那苍白，苦涩的低下头。他们明白，随着半神老祖的认可，从此之后，谁也无法阻挡在通天河东脉、白小纯以及逆河宗的崛起。而比铁血堂还要激动的，则是逆河宗了。此刻逆河宗内全部弟子一个个都激动中忘情的发出欢呼。白小纯在半空也松了口气，可却觉得自己之前似乎有些怂了。半神算什么？天尊的头发我都敢吸，我还怕半神？我弟子可是明皇，我岳父也是半神。白小纯不忘给自己鼓舞一番，实际上心中也很振奋。实在是这一次的出手与逆袭，最终的结果极为完美。第894集天人丹。苍穹上下了封命的半神老祖，其深邃的目光最终又落在了白小纯身上，若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后，其身影才慢慢的消散，直至于苍穹中不见踪影。与他一起消失的，则是陈鹤天三人，这也是星空道极宗半神老祖刻意而为。实在是这三人若非被他带走，想要自己离开，以白小纯的性格，必定会再剥下一层皮。之前他还没被星空道极宗认可时，就已经虎视眈眈，更不用说如今已经是光明正大了。此刻他眼看陈鹤天三人身影消失，被半神老祖带走，白小纯心中有些不满。
如这空榕树形成的阵法，此刻随着逆河宗所有弟子不惜代价的支撑下，就算是他们也都要微微皱眉。还有那血族巨人以及铁蛋，虽对他们构成不了什么太大的威胁，可若是干扰之下，也的确使得破阵很难短时间完成。不过也就仅仅是有些小波折而已。陈鹤天三人只是惊奇了一下，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时间看似紧迫，可实则他们心知肚明，不说彻底冲玉，